我天生胸大。小姐怕姑爷把持不住，便将我许给在战场身受重伤的萧将军。他一边送我出门，一边心虚地给我洗脑，虽然萧冕不能人道，但你也少了生子之痛啊。你不要担心，那方面不行的男人，或许在其他方面特别行。后来我夜夜求饶，真想问问小姐，萧将军为何哪儿都行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骁勇善战的少年将军萧冕在战场上身受重伤，被血淋淋地抬回来，人只剩下半口气。他是萧家独子，萧老夫人早年守寡，即将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便有人给他出主意，让他为自己的儿子配阴婚。我家小姐林若招上赶着要做媒人，将我引荐给萧老夫人。我的身契在小姐手上，根本没法反抗。小姐说，若是我不肯嫁，便将我送给告老还乡的老太监。我知道她一直耿耿于怀，我与姑爷有过一段往事，便跪下来对天发誓，我对姑爷绝无僭越之心。小姐气得直戳我脑门，发誓抵几个用？你看看你自己的胸，不知道有多招人吗？我含着胸，泪水无声地垂下来。天天顶着2个大面馒头在男人面前晃悠，是谁看了不想尝尝咸淡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男人。小姐敛起脸上的厉色，弯下腰来擦干我的泪水。萧家是多高的门第啊！要不是我母亲同萧老夫人是故友，这样顶顶好的婚事，还不知道被谁抢了去呢。我噙着泪水，声音酸涩道：小姐，我不想给人配阴婚，大不了我去后厨待着，绝对不。话还未说完，啪啪2耳光落在我脸上，我的脸火辣辣的痛。玉簪，你莫不是给脸不要脸？若不是我为你作保，你这浪荡模样，萧老夫人还瞧不上呢。连给萧将军阴婚都不配。我刚想张口告诉小姐，我已经将胸裹到最小，平日里都穿得严严实实的，大夏天都捂出痱子了，求她网开一面。可就在此刻，管事嬷嬷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：小姐，将军府派人来说，萧将军醒了。小姐拉着我赶到将军府，隔着屏风，男人孱弱的身躯若隐若现，时不时还传来几声轻咳。萧老夫人老泪纵横，拉着小姐的手便道：若招，多谢你为阿冕的事四处奔走，如今他渡过难关，便无需再配阴婚了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小姐乌溜溜的眼珠子一转，贵姨，这婚事还得成？为何？许是玉簪八字硬，亲事刚定，萧将军便能醒过来。若是再成婚冲喜，将军必定身子康健，前程锦绣。老夫人有些迟疑，瞧了瞧站在一旁的我，正欲张口，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位郎中，他欲言又止：夫人，将军他这里没有外人，太医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将军虽然苏醒，但他大腿内侧中过一箭，恐怕日后不能什么？小姐比萧老夫人还要紧张，不能行房事。宛如一道惊雷，萧老夫人双腿一软，我连忙扶住她，她才没有坠倒在地。她布满红丝的双眼凄楚地看着我：孩子，你可愿意嫁给这样的夫君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你就当是嫁进来给我做女儿。小姐连忙应道：愿意。她见急变良急，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。原本我也是良疾，我父亲是医官，我是妾室的女儿，自幼丧母，好在父亲待我宽厚仁爱。可父亲去世以后，嫡母为霸占家产，欲将家中的几位庶女都发卖给了人牙子。人牙子找上门的前一晚，我去求曾经日日送饭的清贫书生相助，听说他已高中进士，却被他拒之门外。他站在门内，连门缝都舍不得推开。叶姑娘，我已与太傅嫡女定亲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便开门，这里有一袋银子，当我偿还往日你赠饭的恩情，请回吧。矮矮的围墙里抛出来一个钱袋子，我心如同被针刺了一下，隐隐作痛。后来我在大街上同嫡母拉扯，他威胁我，若是再反抗，就将我卖去青楼。幸好太傅夫人路过，买了我的身籍，让我入府做丫鬟。不久，那位书生成了我家小姐的夫婿。我当从前不认识一般，兢兢业业地伺候小姐，不曾想还是被他知道了。
再反抗也无意义。我提起裙摆，毕恭毕敬地跪在萧老夫人面前，老夫人，我愿意嫁给萧将军，为他冲喜，侍奉您终老。萧老夫人说到做到，她为我置办了体面的嫁妆。小姐特地挑了一个姑爷去外地处理公务的日子，送我出阁。她将参气塞到我手里，很是心虚地说，虽然萧冕不能人道，但你也少了生子之痛啊。你不要担心，那方面不行的男人，或许在其他方面特别行。我其实根本没有想这些，只当自己换了个东家。花轿落地，媒婆背着我进将军府。萧将军精神不济，我同他的佩剑拜了堂。洞房花烛夜，别人都是坐在喜床上等待夫君来掀自己的红盖头，而我推开门，我的夫君一身红袍，已经半躺在床上。将军，我轻声唤他，生怕声音大一点，他便经不住。他转过身来，一张俊美非常的脸，不带任何血色。我本无意娶妻，你若是不介意，可以兄妹相称。他指了指旁边的贵妃她，今晚洞房未免母亲操心，烦请你在那儿将就一晚，明日再搬去客房。好，所有一切他安排的面面俱到，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出嫁时，有嬷嬷偷偷提点过我，其实呀，夫妻欢好不一定要用那里，别处也一样，只是不能怀孕。你学着点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什么？他鬼鬼祟祟将一本小册子塞进我手里，我打开一瞧，脸红心跳。你是热吗？萧冕一双清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心慌道，许是婚袍太过繁复，有些热吧？那你早些洗漱就寝吧，我先睡了。他扯了扯一旁的被子，倒下睡去。约莫是累了，一会儿便听见他轻柔平缓的呼吸声。我走到梳妆台前，摘下头上的凤冠，对着铜镜一件件褪去婚袍，最后只剩下轻纱小衣。望着镜中的自己，胸脯鼓鼓，腰肢纤纤，红唇藕臂，一双泛着水光的眼睛。小姐常说，女人生的这样是浪荡不堪，要我遮得严严实实。倏然，我转身想走进屏风后面的镜室，对上一双是人的眼睛。萧冕的脸比我方才更红，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下，喉结来回滚动。我抓起掉在地上的外袍，挡住胸前的春光，心虚道：将军，你不是睡了吗？半晌，他的声音隐忍而克制，我也可以迟些再睡。我心间一颤，有些怔愣。他站起身来，颀长的身影将我笼罩。我的心砰砰地乱跳，脑袋里全是那本小册子上的画面，呼吸莫名其妙的一致。须臾，萧冕转身走向门边。夜晚的凉风灌入的一瞬，我回过神来，他已经消失在黑幕里。我在心里琢磨，刚刚他看着我的时候，眸色中写满了震惊。难道他被我的吓到了吗？临睡前，我决定明早得把束胸裹得再紧一点。半梦半醒时，萧冕回来了，他的发尾挂着水滴，原来他刚刚去沐浴。第二日我起床时，他已经不在房里。婢女夏竹进来为我梳妆，只闻门外男子一声又一声的喷嚏声。嬷嬷关切道：将军昨夜要想沐浴，为何不唤老奴去给你烧水？虽已入夏，但夜里还是凉得很。瞧你这冷水澡洗的，约莫是染了风寒。老奴这就去给你熬姜茶。我抬起眼眸，对夏竹说：将军喜欢洗凉水澡吗？奴婢不知。我让他退下，将门锁上。束胸勒了一圈又一圈。如今女子都以纤弱为美，我却身段丰腴窈窕。将军不喜，也属正常。我去向萧老夫人请安。萧冕已经坐在他身旁，他见到我，笑得如沐春风，只在听见萧冕的咳声时变了脸色。阿冕，我同玉簪有几句梯级话要说，你先去休息吧。萧冕闻言离开。萧老夫人冲我挥了挥手，叫我坐到她跟前。她握住我的手，双眼水汪汪地看着我。好孩子，我们阿冕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他如今这种情况，嫁给他让你受委屈了。萧老夫人脸上的笑意淡去，言语有些泛酸。太医说他伤了元气，还不知道能活多久。原本族中有人建议我给他过继个孩子，留个后。可我那样做，岂不是耽误你一生？你能嫁进来为他冲喜，我已很感激。
我不能再让你搭上后半生。我替你想过了，若是阿冕真有那一日，我会让他给你一封放妻书，我再给你一些田产和房产，可保你后半生顺遂。我替他抹干眼角的泪，心中酸涩翻涌。婆母，多谢你为我筹谋，我只当自己是来做丫鬟，未曾想他替我想得如此长远。很自然的，我想到自己素未谋面的亲娘，若是他在，我从小有亲娘的庇护，定不会落入从前的光景。萧老夫人破涕而笑，瞧我这把老骨头，怎么把你也弄哭了？玉簪，你不必这么见外，你随阿冕，叫我娘变成娘。闺女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听若昭说你会做药膳，以后阿冕的日常起居饮食便辛苦你打理，这是我的一点小私心，我希望他活得久一点。说到后面，他的声音又开始发涩。我点点头，辛苦你了，玉簪。我去厨房张罗食材。上一次做药膳还是几年前，那时谢赫轩还不是林若昭的夫君，他父母双亡，独居在我家后巷的一处杂院。为了存银子读书，他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。有一日昏倒在我家后门，是我将他救醒，同情他寒窗苦读，翻遍父亲的医书，日日做药膳送去帮他调理肠胃。这件事只有我与他知道，想来是他告诉林若昭，为了将我撵出去，他真是煞费苦心啊。我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卧房，萧冕正在吩咐下人收拾他的衣物。将军这是作甚？不是说好我搬去客房的吗？他清俊的脸庞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，沉声道：我东西少，应当我来搬才是。那将军吃完再收拾吧。我将饭菜放在桌上，他淡淡的扫了一眼，在桌旁坐下，以后这些事情交给下人做就好。我做也是一样。不一样。他的声音依旧冷淡，以后让下厨送。活络，他三两下喝完汤，对下人吩咐了几句，像风一样从我身侧越过。那一刻，我确认一个事实，萧将军可能不想看见我。我依照他的吩咐，每日药膳都让下厨送去他的书房。陈启向萧老夫人问安时，他对我赞不绝口。来请平安脉的李太医都说阿冕脉象平稳许多，我看他气色很好。玉簪，都是你的功劳。他老人家一高兴，送了我一个金镯子。回房后，我将它放进妆帘，里面是入府以后老夫人送我的各式各样的首饰。夏竹说：夫人，你素日不爱佩戴这些，收起来多可惜。怎么会可惜？日后换成银子，都是我的傍身钱呀。这些都是老夫人送夫人的，夫人都要卖吗？暂时不会，若是日后和离，自然是要卖了，换成银子傍身。夏竹一脸不解，转身时低低地唤了一句：将军。我扭头对上萧冕如墨的双眼，萧老夫人定是老眼昏花。萧冕的脸色比从前还要惨白，他目光锐利，冷冷地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有些慌，但表面不敢露半分。将军，你有何事？有些就误落在这间房里，我来找找。我帮将军一起找，是什么？夏竹不知何时不见身影。萧冕说：一本手札。好，将军可曾记得放在何处？不记得。我一边翻箱倒柜，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问他。须臾，在书架最上层的里面发现一本手札。我踮起脚尖触到的一瞬，另一只手也附了过来，被他触碰的那一寸肌肤变得燥热。我第一次近距离凝视萧冕的脸，他长得真好看，肤色白皙，剑眉星目，如山间深潭般幽深不见底。我哽了哽喉，扭头去取那本手札，却因踮着脚没站稳，一下扑进他怀里。倒下去的一霎，我的胸贴在他的胸膛上，我仓皇地爬起来。萧冕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几下，满脸通红。将军，你的手札。我不送了。他接过去，没说一句话就走。完了，我给他的印象更差了。那天以后，我尽可能避免与萧冕见面的机会，免得惹他不快。他是病人，要保持心情舒畅。只是我多了一件烦心事。谢赫轩三番五次地派人给我递字条，他想约我相见，我看都没看，装进小木匣子。今日
夏竹将字条塞进我手里，悄悄说：“夫人，这次可不止字条，还有人。”他在侧门，他说见不着你他不会走。我攥紧手心，怒气冲冲地跑出去，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一道身影也跟了过来，可我没有在意。打开门，谢鹤轩立在门外。玉簪，你终于舍得见我了。林家姑爷，你应当称我为萧夫人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放低：萧夫人，你知不知道3番5次私下约见，这样会陷我于不义？我知道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很快会高升，那时便不用再倚仗岳丈。玉簪，我会买一座宅邸，你跟着我，总比跟着那个病秧子好。他说到激动处，竟想探手过来抱我。我后退一步，冷嗤道：你要我做你的外室？谢鹤轩认真的点点头。我扑哧笑出了声，我为什么名正言顺的将军夫人不做，要做你的外室？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萧冕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，他活不了多久。况且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男人。他的眸光挪到我的胸上，岂不是委屈了你？我的胸腔顿时涌入一股恶心。谢鹤轩，我知道你想什么。我曾经与你有恩，可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拒绝了我。你为了填补内心的那一丝愧疚，便要葬送我的后半生吗？他更急了，你给我些时日，我会说服若昭，容你进门做妾。我不会给人做妾，更不会做外室，请你莫要再来骚扰我。我的夫君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，若是被他知道了，你还会有前程吗？打蛇打7寸，他最在意自己的前程。我话一说完，他的脸已变得惨白。你情愿选一个废人，也不选我？我瞪着他，我夫君保家卫国，那些伤疤是他的荣耀。你身为受益者，根本无权在背后讲他是非。他在我心里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不像你，身子健全，心却很脏。说完，我砰的一声将门合上，转身消灭一身青色长袍，长身玉立在距我不足半尺的地方。将军，我心虚地唤他。他们眼间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凌厉，刚刚不是一口一个夫君吗？为何现在又这般疏离？将军不要误会，只要我待在将军府1日，我便会恪守妇道，绝不会有二心。时辰不早了，我要去为将军准备晚上的药膳。我垂下头，一边走一边说，想快点离开此处。同他并肩时，他的大手拽住了我的胳膊，没站稳，我一下栽进了他怀里，对上萧冕深幽的眸光，只需微微轻身，我们的唇就能贴在一起。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脸上，我的心不受控的乱跳，脸上热意滚烫。萧冕咽了咽喉，一字一顿道：什么叫待在将军府1日？难道你数着日子想要离开？我总不能回答他，等你死了我就走这种话，只好矢口否认，没那个意思，将军，你捏疼我了。刚刚你讲的话都是真的。我眨眨眼，问他哪一句？他轻叹一口气，松开手。我像做了坏事被当场抓包的小孩，飞快逃走。方才我第一次在萧冕脸上看见了血色，他的脸也很红。这一晚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萧冕唇擦过我的脸颊，他的手勾着我的小衣，低声诱惑：夫人，想不想要？我如受蛊惑般点点头，吻凶狠又浓烈地捻上我的唇。缱绻缠绵的细语中，我惊慌失措地醒来，心突突地跳。夏竹敲门进来，我让他打来一盆凉水。他盯着我汗湿的头发，自言自语道：这天确实越来越热。我捧起一把凉水拍在脸上，猛然想起新婚夜那天萧冕去洗冷水澡，莫非他也？怎么可能？他受了伤，应当清心寡欲才是。正午，萧母的贴身嬷嬷进来传话：夫人，老夫人说今晚要在花园用膳，请你务必到。这些天为了躲避萧冕，我借口没有去正厅吃饭，萧母特地来嘱咐，我也不好不去。步入花园，院中一树石榴开得正盛，一阵风吹过，吹的那一束繁花烈烈如焚，几瓣嫣红如血的花瓣随风飘落在凉亭的石桌上，那上面摆满了素日我爱吃的菜。萧母邀我坐下，阿冕说今日是你的生辰，这些菜也是他让厨房特地准备的。
我抬眸，对上一双炽热的眼，脸烫起来。萧冕不动声色地将栗子糕摆在我面前。我问他，将军怎么知道今日是我的生辰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我亲娘难产而亡，从来没人为我过生辰。他垂着眼眸没有看我，淡声道，我们的婚书上有你的生辰八字。我的心莫名悸动了一下。玉簪，这坛桃花酿是我的珍藏，今日开了为你庆贺，你们二人可不要贪杯哦。他说完站起来，说夏夜多风，他不陪我们浅酌。萧母离席，一霎间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，未免尴尬，我只好闷头一杯接一杯。桃花酿甜腻，也很醉人。喝着喝着，我便有些神志不清，手去探空空如也的菜碟，又仰起头问萧冕，最后一块栗子糕呢？他的嘴动了动，轻声说，我吃了。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我靠近他的脸，很不高兴道，谁让你吃的，给我吐出来。萧冕顿时啊地张了嘴，你自己来找。我低头往他嘴里看，萧冕笑道，你这样找不到的。我又仰头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问，那要怎么找？他双颊泛着浅浅的红晕，一本正经地说，你试试用嘴。我的目光挪向他微微泛红的唇，吞了吞口水，毫不犹豫地吻上去。萧冕蓦地一僵，呼吸有些急促，很快主动权移交。他扣着我的后脑勺，加深加重了这个吻，一直到花坛后面传来脚步声，我们才彻底分开。将军，夜里风凉，老夫人让我给你们送披风。不知他看到了多少。我猛地站起来，下一瞬头晕目眩地倒下去。待我头痛欲裂地醒来，已是次日清晨。我想起昨天答应萧母要陪他去慈云寺烧香，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。夫人别急，方才我见车夫还在套马车呢。下主，昨晚是你搀我回来的吗？不是，是将军抱夫人回来的。我扭头盯着他确认，他认真地点点头。我没胡说什么吧？有啊，将军把夫人放在床上，夫人抓着将军的衣袖不让他走，一口一个夫君叫得将军满脸通红。下主不许胡说。他捂着嘴笑着跑出去。我去前门同萧母会合。慈云寺在京郊的狮子山上。我坐在马车里，魂不守舍地想着昨天强吻萧冕的事。萧母可能会错我的意。他说，玉簪，你是不是有心仪的男子？这几日我看你都避着阿冕，你千万不要怪我昨天撮合你们同桌吃饭。我想你们做不成夫妻，可以是朋友。若你觉得不妥，或是想走，你尽管开口，我让他与你和离，绝不耽误你。娘，不是，我在想别的事。何事？我刚想着如何开口，马车开始剧烈的晃动，一阵刺耳的马鸣声，马车加速，朝着旁边的丛林狂奔。我探头出去，马夫早已被甩下车，马疯魔一般在山间乱窜，我们的身体跟着马车一起上下左右的晃动，痛得快要散架了。萧母吓得哭出声，玉簪，玉簪，怎么办啊？我努力坐稳，头从车窗探了出去。糟糕，前面就是悬崖。娘，你莫怕，你抱紧我，我保护你，我们一起跳车。跳车不行，那样会受伤的。娘，前面就是悬崖，不跳车我们会死的。我护着他，在马蹄踏空的一瞬间跳车，滚下悬崖。幸好我一只手抓住了长在悬崖壁上的树枝，另外一只手拽着萧母。他的身下是万丈深渊。娘，你不要往下看，抓紧我。夏竹他们的马车就在我们后面，他们很快回来救我们的。树枝发出松动的声音。萧母带着哭腔道，玉簪，你放手，我们两个太重，那根树枝会断。我一把年纪了，活不长了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我心中酸意泛滥，我怎么可以放手？在我心里，她早就是我的亲娘了。娘，我情愿跟你一起死，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死的。你一定要抓紧，他们很快就会来救我们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我的身体好像马上要分裂成两半，痛到麻木窒息。绝望间，我出现了幻听，是萧冕的声音。沈玉簪，不要动，我下来救你。他第一次叫我名字。
蓦然一只有力的手臂拖住我，他将身上的麻绳系在我腰间，又下去为肖母系上了绳子。上面的人齐声使劲，我们得救了。不是我的幻觉，是肖冕救了我。肖冕抱着我，凝眉道：为何这么多血？肖母说，玉簪为了保护我，跳车时将我护在怀里，我毫发无损，他受了伤。他捂住脸哭起来，我只觉眼皮犹如千斤压顶。沈玉簪，不要睡，我带你去找郎中。他将我抱上马车，我圈在他怀里。肖冕的额头尽是细细密密的汗，他一边挥舞着长鞭，一边同我说话：沈玉簪，你不要睡，我给你买栗子糕，我送你好多好多金银珠宝，给你傍身，好不好？你不用等我死，我立马给你写和离书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我心脏一阵一阵的紧缩，不知哪儿来的水滴砸在我脸上。我艰难地抬起眼眸，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，明明没有下雨啊。下一瞬，眼前一片黝黑，我睁开眼，浑身像散架了一般。夫人，太医嘱咐你不能乱动。身体的疼痛提醒我，我没有死。夏竹端起药碗，一勺一勺地喂我。夫人，幸好你没摔到筋骨，不过你身上太多擦伤了，为了不留疤，你还是好好躺着吧。你的手也脱臼了。他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我的眼神和意识已经飘向门外。喝完药，我问他，将军呢？将军去调查马匹失控一事。是人为？对，马粮里发现有五弹散，一种致人兴奋的药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对将军府动手？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，这1个月我都没有见到萧冕。萧母因受惊，也日日房门紧闭，府中的人个个神色肃冷，好似出了什么事。我问夏竹，他说没有。今日我终于可以下床，打开房门，撞上一个清冷的身影。萧冕一身藏青长袍，衬得他眉眼更加锋利俊挺。他递给我一个木匣，我不解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地契、房契和一封和离书。我的身体突然僵硬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，无法动弹。将军，你要赶我走？萧冕望向我时，眼眸中一片冰寒。我知你盼这些已经很久了，你处处躲着我，避着我，不就是不想同我有牵扯？待我大限之日，你能顺利离府吗？我只是提前成全你而已。沈玉簪，你走吧，以后你和将军府再也没有瓜葛。一股酸意在我胸腔泛滥，我的嘴张张合合，许久艰难开口。原来在将军心里，我是这样的人。他背对着我，没有回头，马上就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萧冕的身影转瞬消失在院子里。我几乎是被将军府的家丁撵出门的。将走之时，夏竹跟我一同登上了马车。将军说，夫人啊，不对，小姐用惯了我，让我跟着你。我如鲠在喉，搬进小院。第2日，官府便张贴了皇榜。1年前萧冕战败，是因为他通番卖国，将军营的布防图偷偷送给了敌军。陛下判他死罪，羁押天牢。整个将军府被封了起来，里面的人听后发落。萧冕为人正直不阿，怎么可能通番卖国？他急于将我赶走，为的就是这个吗？夏竹急得团团转，他自幼在将军府长大，自然不希望他们出事。小姐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冷静下来，细细回想，父亲在世时曾经救过一名身染肺痨的病人，那人就是在刑部做官。他还专门来家中感谢父亲，被我撞见了，还夸过我几句。我记得他姓李。几经打探，我在下朝路上拦住了李大人的官轿。李大人可记得我？我是沈氏的女儿。他捋了捋胡须，笑道：你长这么大了。大人实不相瞒，今日是有事相求，才冲撞了大人。我夫君现在被关在刑部天牢，求大人让我见他一面。李大人凝眉，你夫君是谁？萧冕。他面露难色。我继续哀求，他终是同意了。待我入天牢的狱卒一再叮嘱，萧将军是重犯，你最多只能逗留半个时辰。门锁打开，萧冕站起来，脸上露出一丝惊色。你怎么来这儿？我心中酸楚泛滥，隔着雾气看向他。将军就是为了这个才赶我出府的，对吗？你是被冤枉的，对吗？
你仔细想想，可有什么证明你清白的证据？我帮你去查去找，我一定救你出去。萧冕看我的眼神渐渐加深，蓦然，他长臂一探，将我揽入怀中。玉簪，我的心砰砰的乱跳。可时间紧迫，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啊！我双手撑了撑，没推开他。萧冕将我抱得更紧，声音很轻，像羽毛似的刮过我的耳廓。玉簪，你出去什么事也不用做，隔墙有耳，我不便多说，我保证7天以后同你一起看日出，好吗？萧冕的眼神很坚定，不像是在哄我。我点点头，走出刑部大牢，恰好碰见来处理公务的谢赫轩。他拦住我的去路，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玉簪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做我的外室比孤苦无依遭人非议要好。我扬起手扇了他一巴掌，混蛋！他欲走进来抓我，被我一个箭步躲过。若你再纠缠，我定会把你前段日子写给我的那些字条送到太傅府上，看太傅和夫人会不会放过你。从前你没少在小姐面前扇耳旁风吧？你想他把我赶出去，你觉得这样我无路可走，便会委身于你。可你万万没想到，小姐将我嫁给了萧将军，一个你惹不起的男人。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我趁他不注意，大步跑远。这种烂人离得越远越好。虽然萧冕一再保证他不会食言，可我还是辗转反侧了5、6天。第6天下午，我和夏竹在官府门口看到了皇榜。原来通藩卖国的是二皇子和丞相一党。二皇子觊觎太子之位，萧冕是太子的左膀右臂。他安插奸细在萧冕军中，窃取了布防图，顺便想置萧冕于死地。所以这段时间，萧冕都是在装病。装病为什么要说自己不行？我想着这些事情，一整晚都没睡。天空泛起白边，院子里传来敲门声。我不管不顾跑去开门，一下扑进了萧冕的怀里。萧冕好似被什么震慑住了，僵直着身子没回抱我。我顺着他的目光向下，糟了！急急忙忙跑出来，我没有裹束胸。我扭头想走，被他又拽了回去。跑什么？你不喜欢？我羞赧地埋下头，指了指异常丰满的胸部。谁说的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。我仰头看他，萧冕弯腰，脸贴过来，唇挨得很近。玉簪，你的所有我都很喜欢。我们的目光纠缠在一起，眼神中的热度仿佛能融化一切。蓦然，他打横抱着我向卧房走去。我捶他的胸，不是说要一起看日出吗？先看你。我们一起倒在床上，萧冕解开我胸前的系带，我捂住他的眼睛。不要看，好丑。他拿开我的手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声音很轻很温柔，不，很漂亮。萧冕的眼睛亮光闪闪，我的心跳如小鹿乱撞，手贴向他紧实的胸肌。太医怎么说你不行？他俯身下来亲吻我的耳垂。夫人，我行不行你一试便知。一霎间，我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好像动起来了。我隔着朦胧的水意去看他们，下一瞬又被萧冕漂亮的脸挡住。他在我耳边轻声细语：玉簪，我以前做过一个梦。什么梦？他用低哑的声音向我复述那个荒唐的梦，和我的如出一辙。我说不出话来，思绪乱七八糟，彻底变成一锅沸水。合眼之前，我暗暗地骂那位替萧冕把脉的太医是庸医。他真是昧着良心说话。萧冕他真得很行。将军府解封之后，萧冕带我进宫见了太子。太子细细打量了我几分，细写道：今日终于见到真人了。玉簪魅力非凡啊，能融化萧冕这座冰山。太子过奖，你夫君帮朝廷铲除奸佞，你也应当受到嘉许。回头我便向父皇请旨，赐你诰命。多谢殿下。萧夫人莫要责怪你夫君。原本我们的谋划中就有装病这一环，太多人想谋害萧冕，只有说他命不久矣，才能降低危险。但说他不能人道，是我吩咐太医这么做的。我同他一起长大，他身边不曾有过任何女子，他清心寡欲，我便想这样治治他。太子脸上露出一丝玩世不恭的笑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朋友间的戏耍。上回我们坠马也是二皇子他们。对，太子悠悠道，他们想布局成意外，
却没想到误伤了萧夫人。夫人莫怕，这次釜底抽薪，已经彻底铲除了这群害虫。你夫君很安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想起来还是后怕。朝堂之事，波谲云诡。从宫里回来，我们刚跨入门槛，便听到了女人的哭声。夏竹说：“夫人快去瞧瞧吧。”林小姐一进门便哭，哭得老夫人都头痛了。我对萧冕说：“你去书房吧，我来处理她。”她点点头。前几日便听说谢赫轩也是二皇子的党羽，因为太傅毫不知情，皇帝豁免追责。林若昭与谢赫轩已经和离，不知他来我府上哭是为何。我坐到他身旁，他还是止不住哭声，憔悴的脸上挂满了泪痕，眼眶红红的，一点也没有往日的力气。还要哭，我就只有叫人把你抬出去。林若昭马上闭嘴了，可身子还是一抽一抽的。我看走了眼，以为招个门第比较低的赘婿便能事事迁就我，没想到他是个奸诈的。早就提醒过你，他不是好人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现在我们的身份不是丫鬟和小姐，说话也不用那么拘着。你提醒的不够明显。他扭头，泪盈盈地看着我。从前我那般对你，你可有气我？没有，小姐你心直口快，不是什么坏人。我在心里已经骂过了，我不记仇的。什么？你在心里骂过我？我摊了摊手，是啊，你要罚我吗？林若昭睨了我一眼，破涕为笑，对不起，为了逼你嫁人，我还打了你一耳光，疼吗？早就忘了。那你扇我一巴掌吧，我们扯平了。他闭上双眼，咬着下唇。我的手轻轻一挥，抚过他的脸。他瞪大双眼，震惊地看着我。小姐，那一巴掌我已经还给谢赫轩了。那你不要叫我小姐了，叫我若昭，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不了吧，我不喜欢爱哭的朋友。我被林若昭缠了好久，直到天黑才脱身。准备回房时，萧冕的书房里烛火还亮着。我兀自推开门进去，从身后窜出来一个人，环住我的腰。大胆狂徒，将军夫人在此也敢造次，小的垂涎夫人已久，今晚就在此一亲芳泽。萧冕演得认真，唇贴了上来。案桌上笔墨纸砚哗啦啦掉了一地。我开始慌了，双手抵在他胸前，真的要在这里？就在这里。我嘴上在反抗，身体却在接纳，手不自觉地去摸他的腹肌。他在我耳边低喃：“玉簪，你都不知道，在这个书房里，我肖想你，肖想了好多次。”我想骂他，可在颠簸中根本发不出完整的声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